如果我说这次人气持续走低，诺克斯的秘密已暴露，灵梦消失另有隐情，并且我们找到了推理梦主深层心理的规律，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这次近几集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第7集结尾，诺克斯曾在远处对莫说过：“你迟早会知道那份力量所带来的代价。”而他会说出这番话，我目前会倾向于他和莫有着相似的经历。关于这点，我们在往期视频已做过推测了。结论而言，诺克斯很有可能是上一代特工。要打个双引号，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梦中想成为的或许不是特工，但做的事情本质上和莫现在做的一样。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后，我们再分两种情况去解读这句台词。第一种，莫已经付出过代价了。即这个代价是过去式的东西，可能会和莫过往的噩梦有关，因为诺克斯在第7集开头也说过，你迟早会想起来你的噩梦的。对，这意味着莫早在第1集以前就有被梦魇侵蚀过，但之后他给忘了，这也符合梦的特性。对，不过相较于代价而言，这更像是成为假面骑士的先决条件，所以关于这部分容我稍后再续。第二种，这个代价是正在进行时，或者说将来时。倘若之前关于诺克斯的推测属实，那么莫要付出的代价，兴许我们也能从诺克斯的造型上发现端倪。在古川雄辉近期分享的 vlog 中有提及，诺克斯最初的发型是有考虑过做成全银的，后经古川提议才改成了如今这样。他是不是怕全是银发太显老了？有可能吧，虽然这只是先入为主，但我确实会去联想最终这个代价本身是不是和身体急速老化之类的有关。跟于前辈一样，身体波罗大，对，每次拍他脸都感觉很虚弱。对啊，是啊，古川还有提到出演这个角色得把脸画得更白，连嘴唇也稍微涂白了一些，而且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加了美颜的关系，古川在 vlog 里看着还好，但剧中却超级显老，这点我们之前不也一直在吐槽。对对对。然后就是诺克斯银发的部分，虽然设定上不太一样，但各位看过欧米伽大蛇那一回，应该能理解我想表达什么。我懂你什么意思了。对，当然我会从身体急速老化方面去联想，除了上面提到妆造相关的东西，更关键的是古川自身年龄问题了。只因在我印象中，真的很少有让年纪这么大的艺人出演2号骑士的情况。确实算是我目前看过的特色里面年纪最大的。古川靠近40是吧？对，主要是我在想，他演的不一定是这个年龄的。对，要只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较为合理的去推测诺克斯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了。而目前剧中已出现一个可以拿来套的角色，即现公安部长东堂司提及的铁野的怪事客前部下。这个可能性挺高的。是，正因为大多数观众基于古川的年龄及妆造问题，不会第一时间把诺克斯和铁野这个前部下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才会猜他们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诺克斯实际上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可由于长期变身为假面骑士，或者时常潜入他人梦境的关系，身体急速老化了。老化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设定成老化，我就感觉和梦境的关联性不是很大。其实还好吧，你想想，正常人睡觉的时候都在休息，那么如果说像莫或者诺克斯这样的人睡觉的时候也相当于在工作，不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得到充分休息了吗？试把几次还好，经常这样搞，身体肯定吃不消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有科学依据的呀，长期睡眠不足就是会显著加速衰老过程。在此也呼吁屏幕前各位，真的要好好睡觉，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好吧？好。回到正题，刚刚我提及的关于他们睡觉的时候也相当于在工作的概念，是不是同样可以理解成他们在梦中进行了一次超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对啊，就对应我前面说的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嘛。还有一点，梦中的时间是折叠扭曲的，就比如说他们在梦里度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现实中可能也就过了1晚上甚至几分钟。那么当他们醒过来以后，我们又该如何去界定他们现阶段的年龄呢？我懂了。因此我认为今年确实很有可能会走身体急速老化的路子，而且古川也说了，诺克斯的原色是一头白毛嘛，换言之，这个情况将来也极有可能会在莫身上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白毛的莫了？成神了嘛？梦神嘛，我操！这一块，我操，那太梦神这一块，像古川那样子带点白毛假发片也行了，一头都是白的，确实太吓人了。是的。对，关于诺克斯可能是铁野前部下这点，剧里是还有一个旁证的。在东堂司的描述中，铁野这个能干的部下在1年前突然留下辞职信后就消失了。注意，是1年前。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铁野在第1集给陈华看的报告中就有提到，自2025年1月起
暗箱事件发生的频率急剧上升。就是对应上诺克斯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了。对，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想起1富士2鹰3茄子，现在富士山有了，茄子有了，那鹰会不会就是 Locks 呢？还真有可能。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1、2、3可能还是暗示他们加入怪事客的顺序哦。对。然后屏幕前各位知道吗？在我写这期文案的过程中，古川错把第5期戒指相关的 vlog 当成第3期传了，随后已紧急删除。其中未公开的玩具部分并非本期所要讨论的。我们真正该注意到的是，他貌似把诺克斯的本名也给泄露了，而小鹰贤正这个名字里头就含带了鹰字。虽然这么说不太合时宜，但我还是想感叹一句，我们招品屋产出的内容含金量确实太高了。且该说不说，早在节目开播前1个月，我就已经在盲猜诺克斯会不会是铁野的旧识，结果还真给我蒙中了，有点小开心。那在进入下一趴以前，容我再打个岔，招品屋的研讨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生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招品屋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好吧？另如果各位周末追完番后仍想听下招品屋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爱你们。这一趴我将对招品屋近期关于梦主深层心理的讨论做个汇总，并以此去推测下最新一案梦主的深层心理。首先是某种意义上的地案。老实说，在刚刚知晓新娘是由于害怕坐飞机才做了这样的噩梦时，我更多是感到了费解。因为在我看来，节目组完全把上半集的线索，即新娘的青梅竹马这部分当成了干扰项，让我觉得自己被耍了。可在事后，我也逐渐理解了创作者们的用意。这里我先念一下第5集官网与之相关的小作文。本以为新娘是抗拒这段婚姻，谁知竟是意想不到的坠落创伤引发了这场噩梦。记得在剧本讨论阶段也曾考虑过让它展现因抗拒政治联姻而产生了噩梦这一方向，但那样恐怕太容易被观众推理出来了吧。大家讨论后觉得刻意偏离这个方向或许会更有趣。换言之，这个地案就是为了让观众猜不到才这么去设计的，就是把你往这里引导的。对，事实上第4到5集播出期间，除了招品屋内部，我也有留意每个社区与之相关的讨论，结果竟没一人能猜中新娘的深层心理。单从推理剧的层面，我并不认为这是多高明的处理。可若从特色剧的层面出发，我认为节目是需要这种反套路的。虽然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但我想节目组会在地案如此安排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观众能带入默的处境。毕竟默作为特工而言，实在过于青涩了。这点从他在现实中展开的蹩脚特工行动，以及他一开始连梦主都给搞错了，便可看出。就如果真出现了我们仅凭上半集线索就猜中了下半集展开，而默却猜错了的情形，想来也会让观众去吐槽，为什么他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能猜错。我想这对于角色塑造而言是弊大于利的。且该说不说，如果真的这么轻易就让观众猜中了梦主的深层心理，节目的趣味性以及话题度也会随之下降吧。总之，经此一案，我习得了梦主深层心理推理心得为，即便是剧中给出的线索，我们也得先质疑番后再决定采纳与否，既要学会排除干扰项。话虽如此，我也因为上述心得，在推理第2案时再次吃瘪了。通过我留下的文字推测可知，我这次是把上半集结尾出现的这一幕给当成了干扰项。虽然当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也聊到了林梦有成了植物人，甚至已经死亡的可能，但我最后发动态的时候，还是没有勇气把这个观点给列出来。毕竟国民级偶像消失了4年，期间也是顶流，也一直有在出广告，而且还能瞒天过海。你结合现实，这个 bug 太大。对，我实在没法说服自己，这才把社长办公室里头用来祭奠林梦的一角当成了干扰项。而经此一案，我再次习得了不要遗留剧中给出的任何线索。且该说不说，在现实中的案子，这种因线索缺失导致侦查方向错误，甚至全无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认为Z只在这部分的处理倒挺写实的。还有就是各位在有余的情况下，不妨把下集副标题、文字版预告还有官网的预告图都给用起来，这都有助于我们进行推理。另外，这2次案件在上半集的编排中实则是存在一个共性的，即结尾给出的线索都十分关键。换言之，节目组是不会在这部分制造干扰项的。那么基于上面这些心得，我们接下来就该进入实战环节了。如果说第3案的上半集结尾同样有着一个关键的线索，各位认为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那我明说吧，你们有注意到Z只在这一集最后倒在了哪里吗？在诊医院所吧。对，结合诊所里出现的那些 X 光片所拍的身体部位来判断，节目组应该是在暗示主厨由于身体问题已经不得不退休了。对，基于这点，我猜这集结尾主厨会倒下，更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而非品尝了自己做的酱汁过后中了毒。是啊，因为他那个样子看着就很像老年人突然心脏病发作的那种感觉。对啊，而且结合官网给出的预告图来看，
主厨会在梦中突然发病，很有可能是他在现实中昏迷了的缘故。刚好莫也因执行任务的关系中了毒嘛，估计下半集便会以此给到莫在现实中近距离调查主厨的契机。就比如说他们两个都被送往了同一家医院这样。关于这条线索就分析到这吧。那基于这个大前提，各位认为主厨的深层心理会是什么呢？你这么想嘛，因为身体问题，他不能去负责那个菜品，这个担子会落到谁身上呢？两个徒弟身上嘛。他对徒弟不放心，又或者是他有自己的骄傲，就觉得没人做得比我好。我懂你意思，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前来上仙灵之门的开启条件是让他的两个徒弟中毒倒下呢？就我想表达的是，主厨会产生这样的深层心理，本质上是不是因为他不服老，想要自己去负责首脑会议的菜品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又不服老又怕徒弟继承不了，我就继续撑。等等，官网其中一张预告图是主厨在做料理嘛，而他的周边是冒着红光的，是不是有点像是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但还是在梦魇的操控下完成了那道招牌菜？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不服老，对自己徒弟不放心，有可能是分开，有可能是叠加的，人是复杂的嘛。对啊，是我感觉这是我们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了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什么？下一集高桥骗你的，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没有啊，他如果可以给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这之上的答案，那我们猜错就猜错了呗。可以。其实这几周看下来，他会用一集引导你去想，然后下一集虽然他的手法肯定不算高明，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高明的编剧，但是他的故事能持续引出一堆讨论，那商业故事来说其实是成功的。怕他刹不住车，玩错了。刹不住车，我觉得也正常。不是，我觉得部分嘉宾可能不太了解节目是怎么构成的，才会先入为主，是高桥怎么样，节目才变成了怎么样。不是一个编剧就能决定整部剧的走向的。对，大家得搞清楚一点，他在这档节目中的定位是乙方，他只是个打工的，上面的人给他一个主题，给他一个走向，然后他来写而已。就是开会我们抛出一些点，编剧的工作是把这些点用线连起来。是啊，就他可能也没有把控故事走向的决定权，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不要让角色们脱线，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台词。当然，这个就涉及到编剧本身的水平问题了。举个例子，我认为一个好的编剧是能写出月亮也会说谎的，而不好的编剧会写出什么样的台词呢？你无需为自己曾身为一事而感到羞愧，不如说感到自豪吧。那你觉得高桥是一个好的编剧还是一个不好的编剧？我不好说。可以啊，可以啊。好题啦，要我正条吧？对。刚刚其实我们也聊到了节目话题讨论度的问题嘛。各位也知道，我一直有统计每周日早上 X 跟特色相关的词条的习惯嘛。站在记录者的角度，我认为这子的讨论度应该没有达到节目组预期的感觉。就我以 X 这个平台来衡量吧，这子无论是当天的上榜词条数，亦或是词条总数，都略逊于前作嘎布以及隔壁的豪兽者。你别说，我现在刷新人上匿名版，发现这次的帖子确实不少。对，包括我逛其他社区时，也发现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我每集能跟各位讨论的点都挺多的，所以才会觉得奇怪。我们聊的东西基于的前提很多都是超纲，是都在超纲。哦，对，你们这么说还真是哈。我觉得可能都不像我们这么厚脸皮，怕自己说出来被打脸。猜错没什么关系的，看剧而已。对，这有人说你现在看对，想要有话说，那也只能靠猜了。对啊，这一步就是靠猜，你每周都要猜，好不好？讲真，他如果能提供一档让我猜一年的节目，那不是挺好玩的？对啊，猜一年嘛，不赖。是啊，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探案，还挺有意思的。那就希望后续节目能多带来一些更有话题讨论度的剧情咯。当然最好能是正面的哈。可以啊，可以喂。收看第5集时，我有在想一个问题，即 Zero 是不是故意把怪事客放进作战室的？毕竟他要是存心躲着怪事客的话，完全可以事先断开作战室与衣柜的连接啊。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他之后说的台词也很暧昧。怪事客稍有利用价值，就跟他们表明身份吧。也不像什么好人能做出来的话。对啊，主要是我们往期视频都已经在猜测他的立场问题以及真实身份了，但想想得冒着暴露这个世界的秘密的风险，让警察们进入作战室，想来也是莫作为特工而言实在太嫩了吧。也不是嫩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冒充特工吧，冒充职业特工，好吧。而事实上也的确需要警察势力介入，才能更为便捷的在现实中展开调查嘛。你像我们推理，我们下意识会去找符合自己推理的那种线索，就是先正面再画嘛。就像警察，但是虽然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们肯定会把与之相关的所有线索全调查一个遍，然后再让铁野做出一个基于现实的线索而展开的推理嘛。
不过各位看了上一趴过后也懂，要想知晓梦主的深层心理，现实与梦境中的线索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我们观众的视角来看，铁野的推理是可以第一个排除的选项。每周给你提供一个错误答案，不是见小五了。不过我觉得后续总会让他推理对一回的。对的，就比如说调查和诺克斯相关的案子的时候咯。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既然都猜诺克斯是铁野的前部下了，那有没有可能让铁野确信暗箱事件与噩梦有关的就是诺克斯呢？有可能。也可以啊。当然，这个前怪刺客组合的剧情目前还不明朗，我们先聊聊现任组合吧。第2集播出过后，我一度有些担心，随着剧情深入，陈华在确信了暗箱事件真实存在后，他与铁野的相处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可是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只因铁野是个不按照规章流程办事的警察，毕竟他连私闯民宅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是万金墨，我一定要报警。报警吗？我就是警察。事已至此，莫也只能顺从了呀。每天早上一起来，窗户是开着的，好恐怖，冷，好冷啊！不是哥们，能不能进来的时候关下窗？你们不会走楼梯吗？我觉得比之前那台卡车更难进啊。是啊，而且说起来，怪刺客在明面上都解散了嘛，那用来给他们办公的卡车估计已被没收，也只能进衣柜里的作战室办公了。鸠占鹊巢。扯远了哈，我刚刚想说的是，既然铁野他是个不守规矩的警察，那作为搭档的陈华就可以继续和他起冲突了嘛。对。不过话又说回来，陈华也没我最初想的那么守规矩就是了。各位想想，如果他真是这样的警察，怎么可能跟着铁野一起私闯民宅呢？就非要找补的话，也只能说是该劝的劝了，该踹的踹了，你还是要这么干，那我只能奉陪到底。但锅得你来背。那你顺带一提，他去骑摩托那段也给我整乐了哈，就感觉他被唤醒了一些前世的记忆。前世记忆，前世记忆都来了。那怪刺客的部分先聊到这吧。遵循这一趴的主题，我再要回去讲讲 Zero 和莫在第4集的这段对话。其中 Zero 说的最后一句话尤为关键。各位初看时可能会觉得 Zero 说的是2件事，即你不认识这次的梦主，以及梦主应该是炸弹魔事件的感染者之一。可如果他说的前半句和后半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莫认识的人，便有很大概率染上噩梦。是。换言之，莫本身就是噩梦感染源啊。对，当然这其中也分2种情况哈，即莫是在成为假面骑士以前还是以后成了感染源的。我个人的话会倾向于是他成为假面骑士以前，只因诺克斯在第7集开头说的那句你迟早会想起你的噩梦的，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这点。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再瞎猜一下，世界之所以会阻止莫去帮助他人，是不是因为人们得到了莫的帮助就会被感染呢？我再一直倒推，莫能够帮助的人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或者跟他一样是感染源呢？不知道啊。那具体是不是就往后看咯。在上期视频尾声，我曾分享过一个猜想，即现实的梦主是林梦，这样便能合理的解释他为何能是屹立不倒的国民偶像，以及他能出现在每一个人梦中的问题了。可随着第6到7集播出，我也对这一猜想产生了动摇。同样的，我过往猜测的诺克斯让人做噩梦，或许是为了让人回到现实这点，随着剧情的深入，也逐渐站不住脚了。但与此同时，我又多了个更为符合目前剧情走向的猜想。那么按照惯例，我先做个免责声明，以下内容皆为梦话，请各位不要当真。这里容我以国民偶像这点出发。林梦消失的4年间，经纪公司仅凭他以前拍好的素材，或通过 CG 等手段，让其继续曝光于大众视野，便维持住了他的热度，甚至有可能是在林梦消失期间，其人气才到达了顶峰。无论怎么看，都会让人感到奇怪吧。对，这里我就不讨论是林梦的自身魅力，或是媒体造势等，才使得他跻身顶流的常规状况了。就我想说的是，这会不会和每个人都会梦到林梦这点有直接联系呢？我是这么想，就是说林梦不一定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只是都梦到过你梦。对，这个也有必要捋清楚。不过关于这点先过了吧，等再继续聊。紧接着，我想各位带入以下视角：你是一个对追星毫无兴趣的人，可隔3差5就会梦到林梦，那你至少会对这个偶像产生点兴趣，甚至好感吧？对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林梦相当于在人们的梦中刷了自己的好感度。对，就我不排除这与林梦在现实中极高的曝光度有直接联系，毕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可若结合上林梦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本作的世界观来看，我想就不仅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么简单了。而这或许便牵扯到了林梦在4年前突然从病房消失这点。这里我也想先问一下各位，你们是如何看待林梦的消失的？这个消失是位置的转移还是维度的转移？一般来说是位置转移。那如果不一般来说，他现在就是和洛克斯同处一个维度咯。对啊。不过基于先前剧集的演出效果来看，此时身上被打满红光的洛克斯也可能和林梦不在一个维度就是了。因此目前确实不好说林梦的肉身在哪。
我会想它消失了，不是被谁带走了？可能这些蝴蝶就是现实维度的灵梦哦，或者我给你换个说法吧，这些蝴蝶就是灵梦的梦魇哦。也就是说，我会倾向于灵梦是在4年前遭到梦魇侵蚀，后来噩梦成真了，因此陷入了长眠，并被梦魇夺舍肉身，这才使得他从病床上消失了。可以，我会这么去联想，主要是因为灵梦的诱饵一直戴着紫色蝴蝶样式的耳环，而洛克斯让人们感染上噩梦也需要用到紫色蝴蝶。再加上第7集结尾，洛克斯还对灵梦说过，往后仍需你成为引导噩梦的力量，即是说灵梦与紫色蝴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确实，至于我会往梦魇这个方向去猜，则是因为 Zero 在第2集说过，梦到了梦魇所产生的究极噩梦之人将会被关入黑暗之中，再也不能醒来，因为梦魇会将其肉体据为己有。那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步，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梦主在现实中消失了呢？再者，我还结合了上一趴结尾提到过了这段台词来判断，即噩梦成真了的人会让周遭的人也感染上噩梦，这同样符合紫色蝴蝶引导噩梦的特性。不过考虑到灵梦是在做梦时遭遇了车祸，并且重伤陷入昏迷这一状况，梦魇究竟是否成功夺舍了他的肉身，这点还是得先打个问号。但结果而言，灵梦确实消失了。对。那有趣的是，我们在最早期的猜测中有把梦魇被打倒后出现蝴蝶的情景理解为装作梦蝶。不过我当时也提出了梦魇只是被蝴蝶给带走了这一猜想，而随着剧情推进，这一猜想也得到了验证，只因每一位监督都会把该情节拍得特别认真仔细。当然，扯了这么一长串，我主要是想表达，蝴蝶除了会在文学和影视领域与梦建立联系外，这种昆虫本身就具备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无意间传递了花粉的特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把紫色的蝴蝶设定为引导噩梦的力量，兴许还结合上了一定的自然界规律。讲到这里，我也能绕回去刚刚没聊完的点了。抛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情况不谈，人们会梦到灵梦，是否意味着花粉被蝴蝶成功传到了柱头，而做噩梦则意味着花朵成功受精了呢？关于这点，各位是怎么想的？欢迎事后与我接着探讨。且若后续真走这种路子的话，我就非常期待灵梦在得知自己无意间成了诺克斯帮凶，甚至他认定自己才是让他人心生梦魇的元凶时的剧情展开了。另借此机会，我想再修改一下对 OP 这一分镜的解读。基于上述推理，我目前会认为上古内是在表达诺克斯想要引出梦主心中的梦魇，而梦魇的出现则需要灵梦即蝴蝶来引导，因此灵梦才会做出了这样的表情。最后是诺克斯的部分，我会认定早前的猜想逐渐站不住脚了的原因在于，诺克斯作为现阶段的反派，却一直在给莫提供有用的情报。虽然他说的话有点要，但结果而言，莫确实凭借诺克斯的提示，一次又一次探明了真相。就各位想想，诺克斯若真希望梦魇夺舍梦主的肉身，进而让梦主回到现实，那干掉这个碍事的特工，或是给他添点堵，不才是正解吗？再结合前面关于灵梦以及蝴蝶的推测，我猜诺克斯真正想要的或许是收集梦魇的力量，以打破这个扭曲的世界。就比方说，他在以往的特工经历中意外知晓了世界的真相，这才脱离了组织，并暗中积蓄力量对抗组织，对抗世界。而他会给莫提示的原因，或许在于莫打倒梦魇，将梦主分离，使得在帮助他收集梦魇的力量。且若梦主的噩梦成真，他还能驱使蝴蝶群去授粉，也就是说，他更希望梦魇能在现实中被打倒。至于他为什么不自己上，可能就与他的武器或腰带损毁有关了。不过到了第8集，他终于找到能用来修复道具的梦胶囊，且他说的那句找到了，也可以再联想一番。至少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这个梦胶囊里头的梦魇是他在过往收服的，或者说他在组织的资料中看到过这个胶囊一样。不过我会更倾向于前者就是了。那么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Z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以及我个人的全新脑洞，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这或许才是我产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视频的意义所在。祝好梦。